提起逃跑计划乐队，就要从乐队的主唱毛川说起。来自青岛的毛川，在初中时因为唐朝乐队而喜欢上了摇滚乐，可惜由于家庭条件所限，初中毕业以后，毛川没能够去音乐学院，而是去了一所服装中专。不过，在2000年左右，放不下摇滚乐的他，还是毅然决定北上学习音乐，进入了北京的迷笛音乐学校。毕业以后的毛川，先是回到了青岛老家，教吉他、卖琴，直到2004年年底，毛川才再次来到了北京，和发小马晓东，还有张超、贾文凯、小田组成了逃跑计划的前身孔雀乐队。乐队经历了2年多的磨合和成员调整，于2007年正式更名为逃跑计划。乐队这时候的成员也变成了主唱毛川、吉他手马晓东、贝斯手刚昂、键盘上李健和鼓手小田。而后随着李健和小田的离开与鼓手洪陶的加入，乐队的阵容才终于稳定了下来。乐队最初小有名气的时候是在2008年，这一年逃跑计划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，其中的08年我们结婚成为了主题曲，被用在了当年的迷笛音乐节宣传片中，他们也被迷笛邀请去现场表演，这也是逃跑计划第一次在迷笛音乐节的主舞台上亮相。2009年，逃跑计划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百十群音乐队大赛，当时他们还拿到了北京赛区的第1名，他们的对手也都是一些不错的乐队和音乐人，所以这个第1名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。不过因为某些原因，逃跑计划没有参加最终的全国10强赛。现在来看，当时的10强乐队目前还在活跃的只剩下了纸人乐队，所以他们没有参加的决定似乎还是蛮正确的。随着名气的提升，逃跑计划的演出也越来越多，不过除了排练和演出，他们的创作也没有放下。2011年，他们为动画片《新游记》创作了主题曲《在飞行》。不知道看过这部动画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，主题曲的主唱就是逃跑计划。2012年，逃跑计划终于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《世界》，当年就获得了第4届摇滚迷笛奖的最佳年度摇滚乐队、最佳年度摇滚专辑、最佳年度摇滚歌曲和最佳年度男歌手。虽然《世界》这张专辑在摇滚圈内获得了高度的认可，不过真正让逃跑计划进入到公众视线，同时人气产生质的飞跃的时间却是在2013年。这一年，毛川受邀参加上海电视台的《中国梦之声》节目。虽然毛川参加节目的决定当时受到了一些歌迷的非议，不过确实通过这次出镜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。再加上当年中国好声音决赛中张恒远唱了一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使得逃跑计划的歌迷人数大量增加。可能是因为第1张专辑的巨大成功，让逃跑计划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处于十分繁忙的状态，每天不是在演出就是在前往演出的路上，新专辑也长期处于难产的状态。直到2016年，他们才发行了新的 EP 专辑《时代之梦》，并在歌曲中加入了大量的电子乐，看得出逃跑计划是希望在原有的风格上进行更多的尝试。在2019年初的时候，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歌手，不过首场就遭遇到淘汰。很多人说逃跑计划他们现在的歌越来越口水了，越来越像 Coldplay 了。不过谁都不能否认，逃跑计划是当今中国商业运作最成功的乐队之一。这些年来，不管是上综艺节目，还是参与影视音乐的制作，都给他们带来了名与利的巨大收获。追寻那块落脚处的过程中，我们终将受生活推磨，让现实形塑面孔。慢慢的，毫无重心的生命一步步踩得踏实，曾经误以为自己不堪一击，才意识到原来早已成为宇宙本身，依循着节奏公转。虽然也曾在几个体温之中轮转，飞跃拥抱过我的泥沼，我继续奔跑，但阳光透尽，思绪清晰，那些被生命落下的都不是我能再次停歇的乐土，继续往前吧。偶尔还是会在运行的空档想起过去，忽然飘过往事的味道，又将我缠绕。因为曾经好好品尝感受，爱过的伤，梦过的痛，如今看来虽然历历在目，
但愿总有阳光照进回忆，青春像花，永远开在心里，是时间冲淡，伤口有一天也会灿烂绽放。着眼理想的同时，寻寻觅觅花去多年岁月，遇见的越美好，越感觉自己变老。当完成了童年理想，童年又成了理想，有个刹那会提醒你惊觉，原来靠着过去的追寻，我来到现在，而现在的我却要转身追忆那份单纯。那么就回头再看一眼吧，记得心灵透明的自己，记得盈满泪水的双眼。如今走到这里的我，带着生命的裂缝，才能让阳光透进灵魂。总有遗憾，所以美丽。非常具有诗意的团名逃跑计划，永远都在逃亡，却永远逃不了，却永远都在计划。面对生命中的所有无奈，我们不也是用尽心力让自己维持生存的平衡，在宇宙中交汇碰撞？总是会想闭上双眼，在他们的音乐里安心睡去，因为我们能被深刻同理，不再寂寞。